朋友们好，今天是4月25号星期一，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一个周末过去呢，随着上海攻坚行动的开始呢，疫情的每日新增病例也重新回到了2万以上。这个数据其实一点都不奇怪了，既然当局要攻坚嘛，它就是要清理存量，那么这个数据回升它才是正常的，不回升它反而是不正常的。那么上海究竟什么时候能够被清零？全世界呢都在看着这出戏啊，就是一步一步这么演下去。但是今天呢，我想先和大家来聊一聊另外一个城市的疫情，这就是比上海更加重要的中共的心脏北京了。上海的惨状呢，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范例，但是上海呢，它并不是第一个做出示范的城市。在上海之前，我们都知道啊，西安已经是就这种宁要清零饿死，不要共存饱食，它已经示范过一次了。但是上海人呢没有充分的吸取教训，所以呢，当上海再次的重演了一个所谓的盛世饥荒这么一出荒诞剧的时候呢，其他城市再笨的人也都看清楚了，就是这个清零铁拳呢，它相当于是一种地毯式的无差别轰炸，你越是上去欢呼迎接的人呢，你可能是死得越快。那么在这个周末呢，根据北京市官方通报的结果啊，说从22号到24号累计有41人确诊了，其中呢有这个345万人口的朝阳区报告了26例，占比达到了63%。于是呢，北京当局立即就下令说，要求在朝阳区工作以及居住的人呢，在1周之内要做3次的核酸检测。曾经以一夜横扫北京低端人口而扬威海内外的那个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他呢也公开的点名了说，朝阳、顺义这2个区要专门派出工作组，要求要快字当头，这个疫情不过夜等等。所以他这个动作一出来呢，北京朝阳区的民众立即就做了2件事。第一个呢，就是口头上在开始热烈的讨论是否应当把朝阳区改个名字，因为朝阳嘛，就等于朝着阳性前进，这个实在是太不吉利。但是如果说要改为朝阴区，这个潮湿阴暗的含义，它似乎也是不太吉利的，对吧？所以呢，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就说北京疫情一上来呢，第一个焦点居然是朝阳区的这个名字问题。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朝阳区的群众呢，手脚上是一点不耽搁的，他们嘴头上呢讨论这个改不改名儿，手头上立马就冲进超市去进行疯狂的采购。整个周末啊，大量的朝阳区居民都挤满了各大超市，这个菜肉还有各式的生活的必需品，可以说几乎都被抢购一空。还有网友啊，以今晚每个北京朋友都有一个上海朋友在劝说为题，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就是提醒北京人说，上海人民已经在自己种菜了，北京的你们好好的寻思寻思吧，呼吁大家从明天开始起要做一个幸福的人，抢菜做饭周游房间。那么一夜之间呢，上海人民在风控中等物资，而北京人民在物资中等风控，就成为这个网络最热的一句流行语了。甚至还有网友贴出来了一副对联，这个上联是这么说的：北京官员指挥上海官员封城，下联呢是这么写的：上海人民指挥北京人民囤货，横批以德报怨。尽管我们看到，就是北京官方照例的是出面来辟谣啊，说这个北京物资供应很丰富，大家无需恐慌抢购，但是基本上是没有人听的。因为上海啊，无数听信了官方宣传的人，现在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的这种恐怖画面，它早已深入人心了。连大外宣 CGTN 的官办大五毛，总是蹙着眉头一脸愁容的那个主持人刘鑫，他也都在推特晒出了一堆这种货架空空的照片，然后呢不无庆幸地说自己也已经囤好货了，准备迎接这2年来最艰难的一个时刻。那么很显然啊，北京民众他抢购食品物资的背后，它其实折射出来是大众对政府这种反复的自我打脸式的撒谎与欺骗的不信任，对吧？它也是对封城之后这种物资供应渠道，包括整个物价体系的严重的不信任。
连刘歆这样最具代表性的党媒喉舌，对你党鼓吹的那些天花乱坠的所谓的这个大国抗疫如何的高效率，他都是完全的没有信心的。那么更何况这些无数的升斗小民呢？北京会不会封城呢？在我看来，首先这不是一个会不会封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封的问题。我们只需要宏观的看看大陆现在有多少城市在不断的加入到封城、半封城的这个行列，就知道 Omicron 在中国大陆的规模化传播，它已经基本上是一个定局。北京进入封控，它只是迟早的事情。我们在过去打过一个比方，就说中共清零模式呢，它就是一种筑坝来阻挡洪水的模式。现在我们看到的场景是这个大坝它正在出现了数十处的管拥，有大有小。而上海它其实已经不算是管拥了，它已经算得上是一处小范围的缺口了。当局呢现在正在不惜一切代价的去封堵这个缺口。那么目前看起来这个大坝呢，它似乎整体上还是比较稳固，但是呢上游的那个暴雨它其实一直还在下，没有停，一波又一波的洪峰它正在迅速的冲过来呢。所以对北京这样的地方来说，一旦每日新增病例它要是上升到了3位数，我估计全城封控恐怕就是近在咫尺的事情了。其次呢，从武汉到西安再到现在的上海，中共这种先辟谣抓人说不会封城，然后再迅速的封城，坐实谣言为真，这样的戏码呢，它已经上演过很多次了。政府的信用已经不是为零，而是一种负数了。就是说，你必须要反过来理解。我们举个最近的例子，江西南昌市在4月20号下午呢，官方就有发布了，说还在这个辟谣呢，说南昌要大规模的封城，这是一个谣言。仅仅1天之后的21号，南昌官方就宣布全市实施大范围的城区静态管理。政府撒谎之后自我打脸，简直可以说比翻书还快。而这种习惯性的体制性撒谎欺骗的结果，就是它人为的造成了大批的民众要么就是囤货不足，要么甚至就是根本就没有囤货。那些相信政府的人，事后他把肠子悔青了都是没有用的。没有囤货，你自己就只能够饿着。你要是发帖去求助呢，可能一堆粉红五毛什么的就上来围攻了，说你在散布负能量，你在抹黑政府，你可能最终只能够在无声无息之中自生自灭。过去在网络上经常有流传一句话，说相信共产党跑进火葬场。看起来有不少人他就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夸张啊？但是其实我们仅仅从清零封城这一件事，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共这种制度性的撒谎呢，它是在天灾之上叠加人祸的最根本的原因。本来可能只有2分危害的一个天灾，由于被中共隐瞒误导，他把小事儿捂成了大事儿。然后呢，又被当局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儿、牺牲小家保大家为由，就把你给牺牲掉，就是活生生的把2分的天灾呢，可以演变成10分的人祸。所以呢，北京这种政治敏感度天下第一的地方，就更是如此。官方可能他永远都会告诉你说这个现在一切形势都是正常的，甚至可以说形势是一片大好的。但是呢，他私下里严厉的风控的程度，或者说捂嘴删帖消声的这种力度，它绝对不会比上海差多少。在这一点上，我提醒北京的朋友绝对不要抱任何的幻想。有很多北京人呢，总认为这里是首都嘛，这个政府呢，他怎么地呢，也要照顾面子，不至于说做得太绝对吧？这种想法，我觉得其实不能够说它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呢，大家千万别忘了，任何事情它都是利弊同在的。越是中共看重面子的地方呢，一旦局势恶化当局封杀、牺牲掉所有负能量人群的可能性，它也就是越大的。它的手段也一定是更加的毒辣隐蔽的。你指望说当局为了顾及面子，可能不得不来救你，来解决你的麻烦，你不知道也许当局他为了顾及面子，他想方设法的是任何不露痕迹可以不事声张的就把你给处理掉。
如果北京的疫情平稳呢，也许当局他还会做秀啊什么的，来渲染一下啊如何的为了人民而呕心沥血。要是一旦这个疫情失控，我相信北京真实的画面可能比上海都还要可怕。所以呢，就我个人的一点建议啦，就是北京的朋友呢，你不但要储备食物，那个能够喊话的扩音器，或者是可以剪断铁丝网的钳子等等这些工具，也是属于必须要准备的。这个是保证你在某种极端情况下可以呼救，甚至可以冲破封锁，避免被困死在家中的重要的工具。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对于北京如果封城，它会不会重演上海饥荒这一幕的问题啊？可能有不少朋友都看到了，就说在这个1月初吧，刚刚才取代的那个有强奸惯犯嫌疑的刘强东来出任京东 CEO 的徐雷，他呢在这个朋友圈就有发了几条信息，这个信息的截图呢现在在网络上已经传开了。就是按照徐雷的说法呢，说北京市啊已经开了多次的调度会议了，对这个物资保供的方案已经细化到了街道这一级。而且呢，朝阳区九仙桥在4月中旬曾经爆发的疫情呢，已经让京东形成了在风控区如何可以快递的这样的一个方案，而且得到了高层的认可，并且在全国进行推广了。同时呢，这个徐雷呢，他还来了这么一句话，说买点备着没问题，对自己和家人负责，但我看谁敢在帝都整幺儿子，后果一定很惨的。在我看来，其实这句话呢，它才是徐雷真正要说的重点。他实际上呢，仍然是释放了2层信息。第一个呢，就是他并不认为京东那个所谓已经获得全国推广的物资保供方案，这个物流体系就会是万无一失的。所以呢，他依然承认说，囤货呢是对你自己、对你的家人负责的一个举动。第二啊，他在这里说的那个幺儿子呢，我觉得高度疑似可能是幺蛾子的错别字，也就是说呢，他在暗示说，上海的饥荒之所以会如此的严重呢，是因为有人在暗中整了幺蛾子。这个幺蛾子，它是北京、天津一带的方言，它大意呢就是指这种无事生非、出鬼点子、出馊主意，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坏结果，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这个话我们要把它放在上海封城乱象的背景之下来看呢，它的指向性就非常的清楚了。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在反复的和大家讨论的，说上海封城背后呢，它涉及到是高层的权斗，对吧？双方都在拿上海饥荒来作为一种内斗的工具。对这个徐雷本身的身份背景啊，坊间一直都是有传言的啊，有说他是什么红三代啦，是某某元帅的孙子等等。他本人也曾经有出面辟过谣。至于说这个徐雷他是不是红三代呢？我觉得这个他不重要，重要的是呢，他即便不是红三代，他现在也是某个红色权贵的代理人。他现在执掌的京东，而京东呢是当局整个清零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一点就足够了。也就是说，徐雷他的信息佐证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封城清零政策走到现在呢，一个地方它究竟封还是不封？它要封多久？是软封呢，还是硬封？这个百姓究竟能否吃饱饭等等，它并不真正取决于疫情严重程度的本身，而是取决于越来越多的政治考量，以及当政者在中共这种内部权斗中的派系啊、战队啊等等，是这些情况来决定的。不少朋友啊，可能都看到新闻了，就是说上海现在这个风控升级了啊，浦东地区强制性的要求硬隔离。这个所谓硬隔离什么意思呢？就是用铁丝网啊，把小区住户楼的这个出入口呢都彻底的封死，并且啊还要派人24小时来值班啊、看守等等。这种风控方式啊，在我看来，其实它根本是毫无意义的，或者我们准确一点说，它毫无医学意义。所谓的硬隔离呢，它本质上呢，它其实就是一种政治隔离，它只有一种政治意义，可以说是一种直接的问你服不服的高压手段。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像我们在上次节目中有提到的，就说上海官方自己公开都已经说了，说这个清零攻坚呢，这个阶段是要提级管理的。什么叫提级管理啊？这个就等于是把上海绝大多数的地区，事实上都提级为是一种封控的状态了，它就是一种足不出户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它依然无法让每天的新增病例数得到控制和明显的下降。而上海我们都知道，它已经是全程封控接近1个月了，对吧？有一部分地区其实已经超过1个月了，但是每一天这种新增感染数量呢，它根本没有得到控制，依然维持在2万上下的这么一个高位波动。那么在严格封控已经超过了病毒2个潜伏期的情况之下，它依然保持着这样的一种增长啊，它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封城对遏制奥密克戎传播，它基本上是无效的。就在今天，消失了一段时间的那个张文宏，他突然露面了。人民日报的上海频道呢，在今天发出了一篇对张文宏的专访的文章。他呢，依然还是保留了上海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组长的这么一个头衔。然后呢，这个报道中啊，这个采访中，他就对记者说，上海社会面清零仍然是非常艰巨的，高龄患者与基础疾病患者的病故是上海当前救治面临的最大挑战等等。其实啊，张文宏甭管他说什么，他能够现身头号党媒，这本身这个动作就已经是一个信号了。它就是说明清零的效果太差，使得就是这条路线在上海，它实际上已经难以为继了。张文宏这篇受访报道中啊，最干货的信息内容这一部分，其实就是他说出了2个数据。一个呢，他是明确的说，上海与早期武汉疫情期间已经有重大的差异了。在武汉的时期的那个病死率最高的时候是超过了5%，而现在的上海呢，即便把这些基础疾病死亡的病例全都计算在内，也只有达到了0.0178%。这个数据是什么概念呢？这个数据它比英国的那个0.03%的奥密克戎的病死率还要低了差不多1半。当然，无论这个数据它的真假究竟是怎么样，张文宏他把它给公开说出来，他其实都等于是在打这个清零派的脸了，就是他在公开否定奥密克戎不是大号流感这个官方论调了。第2个数据呢，就是张文宏他含糊地称赞了一下上海当前的形势啊，说上海管控区之外的社会面的病例数呢，已经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这个病毒传播的基本再生数，也就是大家都熟知的那个 R0 值呢，它从封城之前的 9.5 左右，已经下降到了现在的有效再生数，叫做 RT 值，它已经只有 1.0 左右。大家要注意，它这里所说到的 R0 和 RT， 它其实是2个不同的概念。R0 呢，它是代表着一名确诊者从染疫到康复或者是死亡的期间呢，他对没有免疫力的人群，他能够传染多少人的这个人数的数值。而 RT 呢，它代表着病毒在一定的这个时间段之内传播给人的这种能力。这个数值呢，它会随着人群因为曾经被感染获得了免疫力而发生变动。它通常呢都是用最近7天的这种确诊个案数来进行估算的。RT 值如果说它低到了 1.0 以下，那么它就代表着这个疫情可能开始真正出现反转，出现拐点了。那我们看到现在张文宏啊，他说现在这个 RT 值已经下降到了 1.0 左右，但是呢他没有跟你提到的是，如果要按照现在上海超过50万的这个感染数据啊，我们对比在封城之前大约是只有4万出头的数据，就会发现封城20多天，这个病毒它的 R0 值呢，它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它依然是维持在9到10之间的。也就是说呢，封城对这个遏制病毒的传播，它是几乎没有发生作用的。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RT 值它在下降，是吧？下降到了 1.0 左右，它其实不是封城带来的，而是由于大量的轻症和无症状的感染人群，他们都获得了免疫力之后出现的。
这个才是张文宏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其实呢，在国际社会啊，早就已经有相关的研究了，就是证明封城时间的这个长短，它和降低感染率以及死亡率之间，它并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在2年前，也就是2020年的3月到同年的8月，就是第一波的大流行期间呢，有一个欧洲的科学家团队啊，就联合对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还有瑞典这么6个国家进行了非常严谨的一个系统的采样和研究。这个研究最后得出的结果呢，令很多人都大吃一惊，因为这个结果它就显示，封锁时间较短的国家，比如说奥地利、葡萄牙和瑞典，他们平均封锁只有15天左右，他们所带来的平均死亡率、平均病死率啊，是达到了5.45%，而平均封锁时间比较长的国家，也就是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他们都达到了平均60天左右，也就是2个月，而他们的病死率呢就要高了很多了，可以达到12.7%。这项研究呢，它其实还有比对了，就是封锁时间的长短对国家的经济方面的影响。那么这部分我们就不去啰嗦了。也就是说呢，我们看到从外国专家到中国专家，再到我们普罗大众对上海疫情一个最直观的观察，得出的结论呢，它其实基本上是一致的。当然，就是封城这种措施，它对降低感染和病死率究竟有多大的作用呢？这个是一个科学问题，对吧？一部分专家的结论呢，它不一定说就可以把它视为是最权威的回答，但是呢，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了多一条思路。也就是说，大家都在关注清零模式所带来的巨大的次生灾害的同时，我们不应当忽略了这个清零本身，它对遏制感染和降低病死率究竟有多大的效果这个疑问。好的，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简单的说一说马斯克收购推特这个重磅的新闻。那么就在我即将录制这一期视频的时候啊，马斯克收购推特这个大动作刚刚是尘埃落定，就是推特公司呢最终接受了马斯克提出的收购交易，以及接受他把这个推特私有化的一个提议，使得马斯克呢用了这个44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价码，最终是成功的拿下了推特。那么这条新闻它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对吧？因为马斯克入主推特呢，它意味着大高科集团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堡垒。整个的收购过程呢，可以说是一波三折的。但是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就可以看到，马斯克他的出手其实可以说是简单粗暴的。我们把它总结起来，它就是一句话，就是无论推特董事会挖空心思的玩了多少花样来设置障碍啊，搞什么毒丸条款等等。其实马斯克呢，他就是一招，他一概拿钱砸开就完事儿了。这个是我们从商战这个角度来看待马斯克的这次收购行动。但是实际上，所有人都明白，这一场收购啊，它最本质的意义，其实在于它这也是一场政治战。因为马斯克在此前他就公开的指出过，说推特目前的状态呢，既无法推动言论自由，也无法服务于言论自由。那么在今天中午啊，马斯克他就在敲定这笔收购之后呢，他自己就在推特有贴出了这么一句话，说我希望即便是对我最糟糕的批评者也能留在推特上，因为这就是言论自由的含义。所以呢，我们就看到马斯克他的收购呢，将对整个社交媒体这个圈子的生态带来极大的冲击，这个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对吧？我们把它往小了说呢，就说保守派的声音，它至少不至于会受到像当前这样一个巨大的压制了，而这完全有可能会影响到今年的中期选举。也就是说呢，沉默的大多数恐怕会迎来一波报复性的发生的一个高峰。如果我们要往大了说，言论自由呢，它是美国立国的最重要的基石之一。马斯克他如果真的能够兑现他捍卫言论自由的承诺，那么这将是近些年呢
极左横行以来捍卫美国核心传统价值观的最有效的行动之一。这个不仅对美国，其实可以说它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是一次强有力的纠偏。我们还是那句老话，叫做物极必反。有些事情呢，它一旦走到极端了，那么迎来改变它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更大的改变呢，可能还在后面呢。我们都不妨拭目以待，继续做一个历史的见证者。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